跟你说，再去弄点草料来啊。是。今天拉来多少封骆驼？40封。哎，四子王犍驼。40封。老爷爷，你的四子王犍驼卖不卖？你这娃娃，懂得还不少啊，还知道四子王犍驼？那有什么？只要是骆驼，我都知道。是吗？你说说看。鄂尔多斯骆驼高大威猛，出奶多；阿拉善骆驼跑得快；四子王犍驼耐力好。不错不错不错。不过我这骆驼价钱可是高啊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才3两银子。30两。啊？10两行不行？哎呀，你这个娃娃不大，还挺会杀价的。10两不行啊。老爷爷，这10两是我攒了2年的工钱，你就卖给我吧，你就卖给我吧。哎呀，你这娃娃这小身板儿，你就是把骆驼买回去，你也养不好啊。你咋知道我养不好？不信你卖给我试一试。咱们俩打一赌，如果你要是赢了呢，我让他们把我这骆驼给你签5封，让你拿走，我分文不取。说话算数。我还没有说完呢。如果你要是输了，那你可就得跟我回去，当我的孙子。怎么样？不敢了吧？连这都不敢，你还能养好骆驼？你这无能的娃娃！有甚不敢？赌就赌。好，这才像汉子。咱们玩狼吃羊，3盘2胜。咱们就狼吃羊。你这个孙子，今儿个我是收定了。好啊，好，以后大圣魁就都靠你们了，靠你们用肩膀给草原上的牧户挑去火镰，挑去白面，挑去药材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国光，哎，来记一下。好嘞。他们3个人以后就跟着二掌柜。好嘞。学习这3条舌头。还有你们4个，你们4个呢？大掌柜，周围都找遍了，还是找不到。再去找找。是。我说到哪儿了？乌利亚苏台。啊，对，你们4个就留在乌利亚苏台分庄。哎呦，这娃子又赢了！娃娃你还真赢了。本来想让你给我当孙子，看来我没这个命啊。骆驼，你牵走吧。老爷爷，真的给我吗？哎，我们蒙古人说话算数，从不赖账。谢谢老爷爷。你老看着我干什么？啊，说呀，说，你到底干了什么事儿？我什么都没有干，我立了功，你凭什么让我跪？顶嘴是不是？顶嘴是不是？哎，老二啊，孩子赢了5封骆驼，给咱挣了100多两银子，这还不算立功？立什么功啊？啊，这从小又不学好，跟人家去赌，还立功？你说，这骆驼的主人是谁？不知道。那长什么样啊？不知道。你耍混蛋是不是？哎，老二，有话好好说，慢坐下，坐下啊，慢慢说吧。朝鲁，我告诉你啊，不是我罚你跪啊，啊，你从小就在号里边，虽然淘气，但是号规你从来没破过呀。号规你没背过吗？里边写着不让赌，为什么跟人去赌？我没赌，是他非要跟我赌。那他让你去偷，你也去偷啊？我不赌，他说我是个无能的人，我不是无能的人。你放屁！你不是无能的人，啊？你输了咋办呢？你输了是自己的身子，知道吗？你还真给人家当孙子去啊？你不要你妈了啊？你再瞪着我，你再瞪着我，我打死你！行，老二，别发火，别发火啊！有话好好说啊！走走走，咱吃饭去啊！不行，认错，不认错不能吃饭。你先坐下，我来问问啊。
朝鲁啊，师傅问你，你为甚去赌骆驼呀？啊？师傅，我在克布多见牧民们养的骆驼都比咱们这儿的壮，我偷偷看他们是怎么养的，便自己攒钱，也想买峰骆驼养着试试看，看能不能把咱们的骆驼养得跟人家一样的壮。老二啊，你听听啊，这孩子，你委屈他了，多有心计呀！啊，他是为咱们大圣魁办事儿，你再看看那些其他伙计，哪有一个像他这么有心的呀？他有什么心计呀？啊，没跟你说呀，让你跟着师傅学识文断字，学打算盘算账，你想学养骆驼是不是？啊？师傅，我不在这儿干了，你让我走吧。你不在这干，你上哪儿干去啊？只要离他远些，干甚都行。不许胡说，快点给大掌柜赔不是。我不，我没胡说。这几年他一直看我不顺眼，动不动就让我跪，我受够了。你喜欢养骆驼是吧？明天你就给我滚！啊，去驼场养骆驼去啊！老二啊，这孩子识文断字，这么安排可不行啊！我去就去。你滚蛋！行了，滚！出去！滚！爹，让你看的这地段不赖哦。哎，爹琢磨了半年多了，这地段还能看错了吗？就这一间啊。哦，这个看看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哟，钱老爹，您又来看房了。啊！来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好。爹啊！哦，这么大的院子和这么大的店铺，这得多少银子了啊？哎呀，您后来还是大圣魁的三掌柜来，说的甚话。那县城里头一间这么大蒙面，顶咱们乡下10几间小铺面呢。哎，我是说啊，你把它治下，你这个当爹的能给娃娃们留点产业。爹啊！啊。这到底得多少钱了？要是不带后院是2000两，要是加上后院和库房啊，得翻一番。2000两。哦，爹，要不这的吧，咱们先把前面的店铺买下，等下次分红的时候，连院子带库房一并给他买下，行吧？也好，也好。爹啊，你打问了没有了？这是谁家的院子？早打听好了。宋家的，宋家的。大掌柜，大掌柜，您找我呀？王相清坏了我的大事儿，可是他的大圣魁注定要栽到我的手里。你看看吧。大圣魁三掌柜钱宽子要买我们孙家在太谷的店铺。这可是个天赐良机呀！大先生，你也看出来了。这样，你马上给太谷写封信，就说钱宽子要的这间店铺，由我亲自处理。好。慢些啊，自己人尿的不敢打球了。哎，来，溜的走，花生。哎呀，快给弟兄们都吃了，不敢一个人偷吃啊！哎，来，把这搬走。哎呀，钱掌柜的回来了，康康，辛苦辛苦。二哥在吧？在屋里呢。哦，二哥，我回来了。宽子，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，孙家真要卖太谷那条商街呀？是了，整整半条街的商铺都卖了。老二啊，看来这孙家真的是有难事儿了。我看是没银子了。哎，不要瞎猜嘛，人家孙家那么大的商号，还差乎这点银子了？我可听说了啊，孙家现在可是给朝廷办通了，那力可大了，整个太谷可都传遍了啊。我估计啊，孙家是嫌太谷商街的商铺呀，小打小闹挣钱慢不说，还压银子。他呀，爱咋发财咋发财，跟咱没关系。
宽子，你是不是看中孙家的店面了？呀，还是老三聪明，我是看上了一处商街里的最大的一个商铺，划算哦。你要是给买了，得把那个探锤子孙文举气死。那可不是，肯定把狗的气死，是吧，二哥？对，咱哥俩当初给他们家扛长工，现在呢，你要把他们家的店铺给买下来，他呀还真能气背过气去。二哥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这心里可就踏实了。二哥，啊，这宋家的店铺我是买定了。哎呀，可是2000两银子还差的1000两。哎，今年咱们分红能多分1000两吧？是吧？分个屁，没了。为什么？大哥，为什么？老三，咋回事？哎呀，摊上一个好掌柜的呀！哎，咱们去年的茶叶生意，不是一下赚了3万多两了吗？咋了这是？3万多两，还8万多两呢，一文都没挣上，还搭了1000两托费。上，还搭了1000多两银子啊！大哥，你给我说说到底咋回事？哎呀，老四，不行，我肚子疼，我要上茅房。哎呀，大哥，哎呀呀，哎呀！哎，大哥，老三，到底是咋回事？大哥，等我会儿，我也去啊。哎，二哥，到底咋回事？二哥，你这不是坑我了？我咋是坑你？那大哥亲口跟我说的，今年分红能多分1000两，我才让我爹买的店铺啊。我500两定金都交上去了。宽子，我真得说说你了啊！你看现在号上号下忙成什么样了？马上就要算大账了，我还得跟王爷谈生意，我这脑子都成一锅粥了。你这一回来，你不问问号上的事儿，你整天想着自己家那点事儿。你看你说的，那不想家里边的事想剩呀？咱拼死拼活的在口外干卫生了，那不是为了这个家？是你听我说，我不听，到时候分红的时候就得多分我1000两银子。这店铺我是要定了。蔡掌柜，里边请。钱掌柜，哟，蔡掌柜，钱掌柜，哎呀，钱掌柜啊，今天干嘛这么破费呀？啊？你看你说的，乡里乡亲的请你吃顿饭，你得给我这张脸了吧？哎，快坐。好，香儿，哎，来上一壶杏花虫的汾酒。好嘞，喝家乡的酒啊。好，请慢用。来，蔡掌柜。哎呀，我先敬蔡掌柜一个。来，来，哎。钱掌柜，啊，今天怎么突然想起请我来了？蔡掌柜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。我听齐掌柜说，宋家在太谷的店铺都归你管了。没错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来。钱掌柜，不过你要买的那间铺子，那必须得由我们少东家说了算。哎呀，蔡掌柜，你看多大的事情了嘛，还得经过少东家了。哎，我们少东家吩咐了，只要你钱掌柜买这间铺子，那他必须得过问。蔡掌柜，娘你在少东家那儿还不做上一半的做？那倒是。实不相瞒啊，我爹就是看上那家店铺了。可是这个价格要2000两了吧？哎，蔡掌柜，你也知道，那2000两银子在太谷可是能盖上一座大院子了。
我就是想求蔡掌柜能不能跟少东家说一说，看能不能。谁跟你说是2000两了？我500两的定金都交了，就是2000两呀。那是卖给别人的价钱，要是卖给你钱掌柜啊，至少1000两，再加1000两。是，再加。对，3000两。蔡荣祥，什意思？啊？耍我了啊？哎呀，钱掌柜，你这是干甚呢？他买卖不成仁义在啊。蔡荣祥，我告给你啊，我要不是为了我爹，我钱宽子能和你坐在一起。哎呀，钱大掌柜，谁让最近官府又把地价提高了呢？咱们买卖人不就是随行就市，他们涨我们也往上涨吗？钱掌柜，我们少东家说了，不管是谁买这间铺子，3000两，1分不让。伙计，哎9000。你没把他吓跑吧？哎呦，不会。听他那意思呀，他爹呀，死活就看上咱那间铺子了。钱宽的是孝子，什么都听他爹的。哎，大掌柜，你这招高啊！钱宽子现在正急得乱蹦呢。好啊，过2天我要亲自请他。大掌柜使不得，还是我去吧。他原来是您家长工，您怎么也得顾点身份。哎，那人家钱宽子现如今是大圣魁的3掌柜呀，掌管着乌里亚苏台所有的贸易人脉关系。再说了，那乌里亚苏台是大圣魁的根本。你说我见这么重要的人，岂能再端架子？戳火了才是。咋了，宽子？一大早跟吃了火药似的。生气！太谷的孙家店铺又涨价了。今天不是商议分红和参股的事吗？咱的参股咋也得涨1厘吧？涨了参股，这还是个事儿啊！切，再涨能涨到3000？是啊，咱们4个掌柜的参股不涨反降。老四，你别着急，你先坐下，听我慢慢跟你说。咱们大圣魁就30股，这30股是不能变的，所以有升就得有降。今年呢，有10个伙计就要出徒了，要给这10个人顶参股，还有13个人为号里立的大功，他们13个人也得给涨。而且我还告诉你们，今年所有顶参股的掌柜的还有伙计就没有犯错应该降股的。咱们咋办呢？啊，所以我跟大哥商量了，咱们4个人的顶参股是最高的，都是9厘，所以每个人降1厘，分给那23个人。这也是咱们当初许给人家的。就算是咱当初许下的吧，可我活那么大没听说过给伙计涨参股，给掌柜们降参股的事儿啊。二哥，这可是脸面上的事儿，这是传出去了，人家不得笑死咱，说咱大圣魁当家掌柜的干的还不如学徒工呢。就是，咱们跟别的号比，本身掌柜的们就拿的少吧。二哥，这么多年的辛苦你不知道？哎，你就说老三，为了找骆驼，每天骑得满烂串了，那腿都骑罗圈了哇！哎，说自个儿啊。好，那你就说我，那乌里雅书台10几个期的买卖都是我安排运送了吧？啊，这我就不说了。那别的10几家赊账买卖的商号，哪个当家掌柜的去亲自给你拉骆驼的？就是我钱宽的带上小掌柜的们，一天风里来雨里去的干了吧？说句难听话了，每年穿的鞋比你们多穿7、8双了吧？我不闹这虚的啊，我就是要银子了。行
行了，宽子，我知道你为什么事着急，不就是1000两银子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们哥仨给你凑凑，到时候给你补上。是啊，1000两，人家店铺涨了吧？3000两，3000两哦。那这个铺子怎么涨这么快呀？反正我爹是看定这个铺子了，这么些年了，你也知道，我从来没有在家尽过孝道啊。老人家好不容易看上个东西，这店铺我是买定了。秦掌柜回来了。大掌柜呢？大掌柜在屋里呢。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咱们过几天再商量。下面呢，让大哥跟咱们说说，明年的买卖到底应该咋做啊？大哥，你给说说。还说个甚呢？只要生意往大了做，那就不能分红。分了红，咱这点银子只够维持现状的，啊。这分红是当初号里定下的规矩，3年一次，大家都等着呢，必须分。我的意见是呢，往大了做不了，就往小了做。哎呀，你二哥说这个话是好话吧？什规矩都能破，这分红的规矩不能破哦。要我说呀，咱们还是先出去看看人家孙文举怎么做的吧，啊，人家用了7、8年的时间。占了半个草原做赊账生意，是不是啊？我看呐，咱们这么弄，用不了几年就得让人给吃了。哎，大哥，那你说咋办呀？咱们不是每年从红利里拿出2成半，啊，放进后城户本的财政股里吗？这几年差不多也有6万两了，咱们把它拿出来，干点大的。那行。如果你们2个没意见的话，那咱们就听大哥的，把这6万两银子给提出来，用作明年咱们扩大买卖用啊！哎呀，我真的把这重运给忘求了，我咋就没想到了啊？哎，二哥这的吧，我先从这重运里边提上2000两，急用啊！宽子，你刚才没听明白是吗？咱们这笔银子是拿出来用作明年扩大买卖用的。哎，二哥。当时说的时候，可是说是用在不时之需哦。是啊，那是用在号里的不时之需，不是个人的呀。看你说的，我是号上人吧，我的不时之需就是号上的不时之需啊。宽子，明年呢，咱们想多做几个期的买卖，这个银子不能瞎花。我咋瞎花了？啊？哎，要不这的吧，我先提上，明年我再补上，行吧？宽子，这样。当初咱们设这个后城户本的时候呢，大哥说了，谁想动这笔银子呢，得跟哥几个商量商量。你问问大哥和三哥。大哥，老三，你俩是什么意思？我当初是说过这话。对啊，咱们大伙儿商量一下。哎，这就惹了怪了啊！咋了？我自己的银子不能提了？我告诉你们啊！你看别的号上可没有红利分成的事啊。咱们号和别的商号是不一样的，别的商号有财东，如果咱们不把赚来的银子留下来，拿甚扩大买卖啊？哎呀，你就是说到天上那银子也是我个人的吧？啊？啊，你为了扩大经营，降身股，我同意了吧？咋了？自己的银子就不能提了？说句难听话了，我把钱存到人家别的号上，还有些利钱了吧？存到咱这儿了，不但没利钱，咋了？拿的时候还不能拿了啊？甚求事儿了？你说甚求事儿啊？啊？今天你提，明天他提，提来提去，银子越来越少，拿什么做买卖？这是规矩，规矩就不能破。规矩总有个例外了吧？是规矩又没例外，那是求的规矩，那是你王向清的规矩吧？咋了？由得你了？你拿银子想给谁给谁帮外人了吧？你给我说清楚，钱宽子，我什么时候拿银子想给谁给谁了？哎呀，你羞不羞了啊？人家光存的茶叶，明明能挣3万两吧？你了，跟我们谁商量了？说出就把人家评价秦掌柜，里边少现在还不明白是不是？啊？我那是想给谁给谁吗？我这样做不是为了咱们大家好啊！说求的好听了，为了谁了？我告诉你王向清，你不要嫌我说话难听啊！你这个球脑袋被油糊住了。这骂人是不是？你骂人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吵甚呢啊？都吵个甚呢？就不能坐下来好好商量吗？怎么商量？你看看他，我说一句他顶一句，怎么商量？他就不是个东西。是，我不是东西是吧？王向清，我告给你，
我可是应了你好几天了啊！今天也求也不说，银子也提定了，还反了你了，你敢？求！哎，坤呐，敢动银子，我跟你拼命！啊，真的？为甚啊？三掌柜要提存在号子里的银子，大掌柜不让，就打起来了。哎，秦月，不会真的要出乱子吧？哎，别瞎猜了。哎，这事儿可不能随便出去乱说。哎，知道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哎，要是三掌柜和大掌柜真的闹翻了呢？我看不能。你想，他们俩从小玩到大，哪能真因为这么点小事儿就闹翻脸？时间不早了，咱呢都早点睡吧，啊，别想了。钱掌柜，您可让我好找啊！我们大掌柜有请。你是谁？啊，我是盛德玉的伙计。哎，钱掌柜，里边请。这个给我来50箱。好好啊。孙大掌柜。这个哟，钱掌柜呀。孙大掌柜找我甚事啊？里边请。有事说事，没事我还忙了。慢着。哼，太古的那间铺面，你不想要了？孙大掌柜，有诚意。咱们里边谈。请。看茶。是。钱掌柜啊，你可真是有眼光啊！哎呀，知道吗？太谷的那间铺面，在整个县城那可是风水宝地呀，多少做买卖的人都相中了。孙大掌柜，我上次听蔡先生说，你那间店铺涨到3000两了，有没有这么回事？哎呀，说起这个事儿啊，我得向你赔个不是啊。起初我不知道是你要，我要知道是你要，我肯定不会这个价钱卖给你啊。可是做买卖讲究的是童叟无欺啊，况且咱们还是老乡呢。你说你定金500两都交了，这个事儿我骂过蔡先生了。这么着吧，你现在手头有多少银子？1000两。哎呀，可我开的是3000两啊！你说你500两定金，加上你这1000两，你还差我1500两呢。哎呀，兴你孙大掌柜涨价，就不兴我钱款子降价啊？我就1000两。不会吧？堂堂大圣魁的三掌柜，会差这点银子？你日哄人呢吧？你看你说的，我日哄你干什么？说起来是个三掌柜，我那身股红利，平时平活干上3年，也就是个7、8两啊。我不信，莫非还不如段泰和郭德义？哎，跟你说你就是不信，
我就是不如人家吧。人家早就把人力合股变成财股了，那红利也跟着往上涨了嘛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可我奇怪呀，你们大圣魁为什么不仿效呢？要是转成财股，像钱掌柜这样的元老，那银子不挣多了吗？大圣魁跟他们不一样吗？大圣魁东山再起的时候，只有财神爷那3000两银子。后来我们大掌柜就定下个规矩，除了财神爷，永远不设财股。这王相清可真是有脑子啊，假借财神日哄人呐。你说甚？哦，我是说呀，这规矩是王相清一个人定的。你跟他是从小光屁股长大的，而且是患难之交，对不对？你要提出来立财东，他能不考虑考虑吗？你们是什么关系啊？你想想，这立了财东啊，每年多分红利不说，子子孙孙可都是财东啊，等于给后辈儿孙挣下了最大的一块家业。可你现在只有身骨，辛辛苦苦累死累活一辈子，到老了一翘辫子，人走了，以后大圣魁挣再多的银子也没你的份儿啊。这人呐，不能只为自己考虑啊，得替后辈儿孙们多想想啊。哎，宋大掌柜，咱今天可是来说店铺的，扯这些干什么？好，咱们就说店铺。我想好了，还是3000两。是，还是3000两，包括你爹相中的院子和库房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宋大掌柜，你说的是真的吧？当然是真的。怎么样，我够不够意思？哎呀，谢谢宋大掌柜，谢谢谢谢。你说，都是武家堡出来讨生活的，不容易啊。我不帮你，谁帮你啊？哎呀，你看啊，哎，老乡就是老乡啊。大掌柜，这招高，他王相清肯定不会同意立财东一事。打蛇要打7寸，这才能打到狗日的王二八子的痛处上。大圣魁立不立财东，就是他的7寸。他是成也不立财东，败也不立财东。现在不用我动手，他自己的人就开始折腾了。若是钱宽子倒戈，那他大圣魁在乌里雅苏台的买卖可就全归咱们盛德玉了。即便他不倒戈，只要他离开大圣魁，王相清在乌里亚苏台的摊子也必然守不住。您的意思是，大圣魁的软肋就是到今天也没有几个真正能挑大梁的人，除了武二柱是从咱们手里挖过去的，其他的掌柜都是从学徒里提拔上来的。你算算，大圣魁重返草原不过就11个年头，这些个新提拔上来的后生也就是20出头，怎么能挑得起乌里亚苏台这么一大摊子？所以，只要钱宽子一走，乌里亚苏台必然大乱。咱们要是能把大圣魁的掌柜子们都给拉过来，那大圣魁就避他无疑了啊！老三啊，勤快了啊，刷马了。好，胖子。哎呀，老三，你知道人家元盛德的段掌柜一年能分多少？不知道，咋了？我打听过了，是咱们的3倍，3000。买卖没咱做的大吧，红利比咱分的多了。哼，这人和人没法比啊。咱以后啊，一定比他们分得多。以后，哼，老三，你就等着吧哦。就老二这的会折腾，
早晚有一天让人孙家给吃掉了。哦，老三，你好好想想，就咱们分的这点红利，哪像个大商号的掌柜？说出去让人笑话。说的是啊，不过宽子你别忘了，咱是有号规的啊。切，号规咋了？那还不是老二定的？老三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有个点子，保证能让咱们多分几倍的红利。你说甚？理财股？那不行，我们是在财神爷面前发过誓的。你小声点儿，你非得让二哥听见呢。听见了，怕生。你们三个起过誓，我可没起过誓哦。大哥，我问你个事，你说一说大圣魁到底是谁的？那还用问？咱们自己的呗。哼，不是，根本不是。不是？那你说是谁的？哼，哎呀，我寻思了几天呀，琢磨出味儿来了。是那些小伙计和小掌柜们的。你说甚？宽子，你把话说明白点儿。你们俩可以想一想吧，啊，哪家字号像咱们大圣魁一样，一半出头的就都有身骨了？老四啊，你说的对呀。你说哪家商号的伙计像咱们大圣魁的伙计这么卖命啊？啊，我看老二这事做得对，是吧？就算大圣魁是小伙计、小掌柜的，那也没错。他们愿意把大圣魁当成自己的家，敢去拼命，那咱大圣魁就能多赚银子，这有甚不好啊？啊，是了，银子是没少赚，大哥，分给你了？还起？那有甚呢？我们家国光就没少分的，啊。你这样吧，老四，你要是不满意，你把你儿子弄到大圣魁来，这不就好了吗？是不是？是啊，我看这事儿行。哎，你们俩说得到轻巧了吧？啊，我儿子来了大圣魁，那我家里的老爹谁管了？感情你们俩没有老人哇？哎呀，再说这个小子现在也25了，咋？拖家带狗的让他来学徒？啊切！大哥，嘿，都说你是个一长精，会算了吧？我看你就是个愣墩儿鸡，嘿，瞎球算了。你个炭锤子，你敢骂我？谁愣啊？哎，大哥，先听宽子把话说完。你大哥，你想一想嘛，你辛辛苦苦一辈子为生，还不是为子孙后辈们做了啊？可是现在了，你拼死拼活的干还不算，儿子了，得从头来哇；孙子了，更得从头来哇。子子孙孙都跟你一球样，拉骆驼、挑担子、熬生谷、熬出土哇，啊？那身子骨硬了还行，有个红利可分；身子软了，弯球了，生也闹不上，拼死拼活一辈子干生了，算计了。哎呀，要是有了财骨可就不一样了。大哥，就算是咱们告老还乡了，还是有红利可分了吧？儿孙们用不着在大圣魁拼命，咋能少得了他们的？大哥，我觉得宽子说的有理啊。哎呀，我也得为我的儿子朝北想想啊。还有，就是因为没有财骨，现在有的老二瞎折腾了。如果要是立了财骨，那咱们三个是胜了。大财东啊，至少占狗的1多半的财骨。到时候他想瞎折腾，只要咱们三个一联合，就能把狗的闹住。你们说的对呀，当初要是早这样的话，那3万两银子也不会没了。行，只要能治住老二，咱们就立财骨，立财骨。我说，那老二能同意吗？管他同意不同意了，这回咱就这的干。什么？立财骨？就是这意思。二哥，总得为咱们子孙后辈们想一想吧。啊，就算是你不想，
也得为我们哥几个子孙后辈们想一想啊，总不能像我们一样啊，拼死拼活的熬出头、熬深谷吧？老三，你说了。哎，我觉得宽子说的对啊，咱不为自己想，也该为后辈们想想嘛。大哥，啊，你的意思呢？我呀，我跟他们哥俩一样，哎。哎，你们哥仨不是跟我说笑话了吗？哎呀，二哥，这么大的事情哪能开玩笑嘛？那之前呢，我也劝宽子，可是后来左思右想，也觉得在理啊。在理个屁！大圣魁怎么起家都忘了啊？那当初在破庙，除了财神爷给的3000两银子之外，咱们是身无分文吧？啊，欠了一屁股账吧？在财神爷面前怎么起的事啊？啊，大圣魁除了财神爷，永远不立财谷。这才几年呀，挣了几两银子呀？把当初说的话都当屁给放了。哎呀，老二，你别发火啊，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是不是？俗话说得好，10年河东，10年河西啊。是，当初咱们穷的身上除了扁担，肾也没有。可咱现在是大商号啊，这大商号就应该有大商号的规矩。有什么规矩啊？甚规矩？你看看人家太谷啊、孙家、曹家，还有清徐的刘家，8大皇商。哪个不是有财东的大商号啊？是不是啊？人家那商号有财东入股，咱们的商号有财东入股吗？啊，咱是人力合股啊！哎呀，这个没错，可是你看看，比咱建号早的元盛德，比咱建号迟的天翼德，人家也是人力合股啊。可是现在呢，人家重新入了银子，都成财东了。老二啊，大圣魁是咱哥4个起的家，啊，你就听听我们哥仨的。啊，就听一回行不行啊？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听你们3个的，但是这件事情以后提都别提。哎，王小青，咋了？成天叫的喊的大圣魁是大家伙的，放屁了？哎呀，说来说去，大圣魁是你一个人的吧？告给你啊，再这么下去不能干了。娘的，你钱官的你还少拿这话来吓唬我！你们3个人串通好了是吧？都串通好了，我告诉你们，要散伙就散伙，我还不怕这个。哎，这个是你说的啊！我说的怎么着？想干什么？这是！别，坐下，怎么着你？坐下！哎呀，老二啊，你也是，你没事别总把散伙挂在嘴边上啊！你说你这话说的多伤人！你少在这猪八戒倒打一耙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们3个是串通好了是吧？串通好了上门来闹事儿是吧？二哥，我们这是好商好量的来跟你说了，什么叫上门闹事？别说宽子，我听了都搓火。老三，你想好了是吧？你想好了跟着他们2个是吧？我3爷是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跑的人吗？不过这事儿我认定了，立财东你得听我们哥几个的。对，老二啊，听我们的吧。老三，你不听二哥的是吧？咱俩是过命的交情，你不听我的是吧？你想好了跟着他们2个是不是？哎呀，你别拉我。说实话，我是觉得你越来越不像我以前的二哥了。以前你为了我，可以连自己的手、自己的命都不要。所以老三我豁出命来跟着你。老三，我不明白，我跟原来有什么不一样了？一样个球啊！你听听自己刚才说的什么？什么叫上门闹事啊？你把我们兄弟3个当成下人了是吧？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兄弟啊？自己想咋说咋说，想咋做咋做。你与其这样的话，你自己干去吧。那个老二啊，你就别犟了，你就听听我们大伙一回行不行？就一回。这想把我给逼死。
3个不是说我不听大家伙的吗？下个月初3，所有有生股的掌柜的都会来规划结账。咱们就当着大家伙的面把这件事情给提出来，大伙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二哥，哎，你说的是真的吧？大人啊，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老四啊，快给你哥哥倒上。来，你刚才说有点重了。哎，二哥不生气啊。咱哥仨敬你二哥一杯啊！来，二哥，我们哥仨敬你一杯，来。就等着这些钱呢。可不是嘛，我家里啊也等着呢。是啊，要是真能算大账啊，哎，咱们真能分一点啊。对呀，好补是啊。施掌柜，你哪儿不舒服啊？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呢？几个当家掌柜的在里面吵起来了，吵得很厉害。他们说咱大圣魁要散伙。啊？大掌柜，大掌柜，吵起来了！大圣魁吵起来了！真的？真的！听说昨天大圣魁4个当家掌柜的吵了一夜。叔叔，你咋知道的？我咋知道的？这叫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嘛。大掌柜，我按您的吩咐就开始往过拉人了。有人动心吗？有，现在最起码有6、7个小掌柜都开始动心了。好，总算等到这一天了。哎。你该通知钱宽子了，我要再给他加把火了。哦，对。王相清，您请用茶。哎，看看吧，这是太谷那家铺面的房产契约。你可收好了啊！孙大掌柜，这可使不得啊！我余下的银子还没付清了，你看这……哎，这银子的事情好说。太谷的东标会马上就要到了，给你爹赶快发封信，让他张罗开张吧。这早开张不是早赚钱吗？啊？也好，孙大掌柜，那我就替我爹。谢谢孙大掌柜了啊！哎，谢个甚呢？我也有事情想请钱掌柜帮忙啊。嘿，孙大掌柜有正事就只管吩咐吧。哦。我听说你爹是做绸布料的行家，哎，我这刚好有一批存货，想放到你爹的号上代卖一下，利润55分成。这还是个省事儿呢。啊，行了，我替我爹做主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你随我去看一下绸布样。哎，好，准备布样。哎，好嘞，请。哎呀，孙大掌柜，这可是上等的好货呀！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是江宁织造局的货，这在咱们山西可是卖的好价钱啊！可是我就闹不清楚了，孙大掌柜，这到底是你帮我呢，还是我帮你呢？互利嘛，啊！孙大掌柜，不愧是人商一股啊，名不虚传。钱掌柜，你们大掌柜送我的这块匾呐，那是在臊我呢。哎，可也让我明白了不少道理啊。你想想，你是大圣魁的3掌柜，我呢是盛德玉的大东家，在商场上你我是竞争对手，可私底下咱们是君子之交，对不对？说得好，大掌柜。有些事情我也不瞒你了。
我孙文举做买卖，图的就是挣钱。只要能挣到银子，我是什么法子都会用。就像这回做茶叶买卖吧，眼看着能挣下几十万两，结果被王相清这么一折腾，不但一文钱没赚，还弄出这么个东西，天天在头顶上顶着。我是看着看着，越想越糊涂。钱掌柜，你说人做买卖，要的是头顶上这份虚名呢，还是要挣实实在在的银子？我现在是终于想通了，是你老兄让我想通的。我？对，你，钱掌柜。堂堂大圣魁五里亚苏台的坐庄掌柜，为了1000两银子，到处的烧香拜佛，可悲呀！啊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比你差10万8千里的掌柜，在我们盛德峪挣的银子，能比你多出1倍。什么叫人生义务啊？啊，得对自己人仁义，不是对外人。说句玩笑话啊，我倒真希望你老兄能早日告老还乡啊！为什么？到时候我一定把你请过来，给我盛德峪当坐庄掌柜。哎，秦掌柜，我们几个想去盛德峪看，你是不是也考虑一下？是。到盛德峪，你们还是不是人呢？这种话都说得出来，吃里扒外的东西。嘿，你这咋还骂上人了？我还告诉你，要不是把你当自己人，我们还懒得理你了。你们就不怕我告诉大掌柜？啊？大掌柜，大掌柜连自己拜把的兄弟都管不了，还管咱？就是。是啊。听说大圣魁迟早要设财谷，都是给东家干。在哪儿干还不是一样的？人家蔡先生说了，只要我们过去，1年光工钱就300两了，还另加分红和提成呢，比这儿多1倍呀！蔡荣祥找你们了。这些个都是愿意来我们盛德峪大圣魁的掌柜的。10个，行啊，大先生，这事儿你干得不赖呀。我倒要看看。到底是王二八子的号龟厉害，还是我孙文举的银子厉害？大掌柜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！大掌柜，你看这不是。你们俩怎么在我这儿？啊？等你了吧？等我干甚？想听听老二跟你说甚了。跟我说甚？甚也没说。那个说了。说甚了？我问他，我说明天立财东的事儿，你是咋想的？他说了，我想有屁用，听大家的。老三，听见了吧？这就是不答应，就是想拿那些有身骨的小伙计、小掌柜们压咱们了吧？不是，你说老二明天要是真铁了心不答应，那咱拿他还真没办法。那你说咱哥几个还真能散呐？啊？怕求胜，散就散了嘛，咋了？人家当大掌柜的都得对自己人仁义了吧？他了是仁义了，用错球地方了。哎。这事儿啊，我看闹不好麻烦呢。老三，大哥，我可先说清楚啊，麻烦也得跟他闹。我是铁下心了，为了咱们子孙后辈，跟狗日闹到底。哎，你到时候可别当墙头草。除了这些人，那蔡荣祥还找谁了？我知道的，也就单上这些了。
哎，来结账的那些掌柜的们都到齐了吗？都到了，已经都安排到客房住下了。把他们安排好，安排好。没事了，去，你去吧。大掌柜，你早些歇着。心散了，心散了。大掌柜好！让大家伙久等了。啊，坐吧，都坐吧。这几天呀，咱们号上出了点事儿。起因是因为我低价把史国光掌柜子囤下的茶给卖了。就这一笔买卖，我们少赚了整整3万两银子。银子少了，咱们号里想做大就是不可能的事儿。所以咱们就要按其他商号的规矩办。我想大家伙已经听说了，这几天我们正在商量着立财股。那么立财股就要有立财股的规矩。大先生，今天你就当面锣对面鼓的跟大家伙商量，咱们这财股到底应该咋立？好，以财神给的3000两银子为一股，公立30股。大掌柜、二掌柜、三掌柜还有我，各出9000两，一共是12股，还有18股。由各位掌柜的认购，认购者每人最少5厘，也就是说，每人至少是1500两银子。这大家伙都听清楚了吧？现在只要谁能拿出1500两银子来，就是大圣魁的东家，千载难逢啊！啊，以后就再也不用拉骆驼挑担子了，就可以躺在炕上收银子了。大掌柜，我们都刚出土没几年呢，1000多两银子，谁能拿得出来啊？是啊，这太多了呀！没有银子不要紧，你们可以借嘛。哎，大先生，你要跟大家伙说说这当东家的好处，大家伙才能放心去借银子呀。啊，这个好处啊，都在这摆着呢，是吧？咱们看看别的商号的财东们，人家呢不用东奔西跑，坐在家里边，就能得到最高的红利，最重要的是，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能继承股份，他们以后呢，吃穿就不用愁了。平胜，不行！大先生，大掌柜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照这样，红利都给了财东，那愿意为号里卖命的兄弟，日后可就越来越少了呀。是啊，大先生，咱号上有几十个顶身股掌柜的，他们要是没现银入股怎么办？还有，以后每年都会有伙计出土，他们还有没有顶身股？哎，洪掌柜，说了这么半天，难道你没听清楚吗？咱们号里边改规矩了，立财股啊，那小伙计自然是没有顶身股啊。诸位也一样啊，如果没有银子入股的话，可以退号啊。不是那个，老二啊，我看这事挺麻烦，咱回去商量商量，以后再说。以后？还有以后吗？啊？我敢说，如果今天咱们这件事定下来了，他们中间得有一半的人到圣德峪去。走！我看你们哪个兔崽子敢去！大哥，那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。
咱们号里立的财东，你还管得着他们的去或留吗？而且我听说了，那盛德玉的蔡大先生已经开了很高的价钱。谁要是想去盛德玉的话，现在就可以在我这报个名，我可以帮帮你。老二，你疯了你呀！我倒没别的意思。盛德玉的孙文举跟我有点交情，这个忙我还真能帮得上。怎么，一个都没有啊？啊？可是我知道，你们当中有些人早就动了这个心思了。都给我站起来！把衣服脱了。二哥，你要干甚？脱啊！都看见了，都互相的看看啊！规划227家商号啊，只有大盛奎伙计和掌柜的肩膀上有这道疤呀。咱大盛奎是用肩膀挑出来的，有了这道疤以后，你们无论走到哪儿，都会知道你们就是大盛奎的人。这是啥？啊？是身份，是荣誉啊！咱大盛奎不是谁有钱谁说了算，而是谁干得好谁说了算，谁拿的就多。那其他商号呢，有把真股变成财股，那是有他们的打算。可是不用我说，你们都明白。在草原上做买卖，靠的就是人。如果没有人的话，想做成大买卖，那是球门都没有啊！大哥，老三、老四，咱们再等等，再等个10年、20年，咱们看看，他们做不过咱们大盛奎呀。如果不信我的话，咱们哥4个今天可以打这个赌。赌个球了！王小青，不愧是大嘴巴哦，咋？又把我们弟兄3个惹红了？老二啊，你要干甚呢你呀？啊！立财股，打死我也不干。如果今天你们执意要一条道走到黑的话，咱们今天就割袍断义。对就对，咋了？分家散伙算球了，告给你，也早就不想干了，球了。大哥、老三，你们呢？如果你们也不想干的话，我明天就可以把银子退给你们。老二啊，老二啊，你做的太绝了你呀！二哥，这个事儿再商量商量吧。这事儿没商量。如果今天我答应你们，那走的就是他们，把跟咱们当初一样把命都豁给大盛奎的伙计给轰出去了。为了他们，我做不到。大掌柜，我们跟着你干！老四啊，你斗不过他呀。我看你说说也就算了，你说你离开这儿能去哪儿啊？啊？去哪？去哪都比在这儿强。这叫求盛世的啊！当着所有小掌柜的面耍笑咱们当家掌柜的了吧？啊？哪个有脸在这儿待了？树挪死，人挪活。我看呀，我就该挪个地方了啊！
爹，三叔、四叔，大掌柜请你们出去。你告诉他，我们不去。大掌柜，我过来给三位赔个不是。宽子，话都让你说成到这份上了，来干甚呀？就是啊，老四说的对呀，老二，你没错，你大掌柜哪能错呀，是吧？要错也是我们错，我们给你赔不是了，我们错了。韩掌柜，跟他们说说盛德玉的事儿。大先生、二掌柜、三掌柜，盛德玉的蔡先生找到我，给我开了个条件，只要我离开大圣魁，每年给我工钱翻1倍，还从盈利中提5厘分成给我。你答应了？我怎么能相信他说的话嘛？蔡先生最后又说，他说有不少掌柜已经答应他了，只要大圣魁设财谷，他们就去盛德玉干，反正都是给东家干，哪儿给的钱高就去哪儿干。谁呀？他娘的是谁呀？老三，是谁就别问了，谁都有犯糊涂的时候。我让韩康说这些，就是想让咱们别闹了，啊！咱们闹来闹去，那是中了盛德玉的阴招了。不是，咱家的事儿，他们掺和个甚呢？咱家，你现在终于明白了，大圣魁是一个家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这一家人为什么要分出个高低贵贱、掌柜伙计来呀？二哥，我这心里虽然还有些疙瘩，不过我答应你，立财东的事情，我再也不提了。不过你得告诉我，谁要是敢去盛德玉，看爷不打死他！哎，大掌柜，盛德玉那个蔡先生说送什么帖子来了？好啊，这挑事挑到门上了啊！哎，老三，秦月，请他进来。哎。哎呦，嘿嘿，王大掌柜、张三爷、史大先生、蔡大先生，王大掌柜，我今天到大圣魁来，是想请几个人。好啊，来得巧啊！你来看看，今天我大圣魁所有带顶身鼓的掌柜的和伙计们都在。哎，坐呀，你们都坐。我不知道蔡大先生想请谁呀？我们少东家让我来请他的朋友，没有您。哦，我大圣魁也有孙文举的朋友吗？嗨，多了。哎，现在是朋友，说不定啊，将来就是我们盛德玉的掌柜的。去他个炭锤子！我就告诉姓孙的，大圣魁没他的朋友。老三，怎么能跟蔡大先生动粗呢？啊，大哥，坐。老三，哎。张三爷，你说大圣魁没有我们盛德玉的朋友，哎，你是让我一个一个的找呢，还是繁忙王大掌柜帮忙转送呢？你自便吧。啊，那我就自己请了。哎，韩康，韩掌柜，我就不去了。哎，怎么了？请吃饭还不去啊？去啊，去吃个狗日的！拿着啊，这就对了。哎，洪掌柜，务必光临啊！李掌柜，务必光临啊！哎呀，侯掌柜，几天没见瘦了啊！请帖拿着，务必光临啊！哎呀，张掌柜，务必光临，务必光临啊！哎，李掌柜，哎，李掌柜，拿着，拿着。齐掌柜，嘿嘿，务必光临，务必光临。嘿嘿，哎，钱掌柜，嘿嘿，这是您的首席。好了，接到请帖的各位掌柜的们，今天我们少东家在洪盛楼恭候各位的大驾。
啊！王大掌柜、史大先生、张三爷，蔡某告辞了。不送。啊，好，不送。留步啊，留步。王八蛋！这个老四甚时候跟苏文举套上关系了？都在草原上住了10几年了，交几个朋友是人之常情，有面子。如果朋友要请吃饭的话，你们自己又想去，就一定要去，而且要吃好喝好，攒足了力气回来，给咱们大圣魁挑银子啊！他孙文举是没请我呀，如果请我去，我一定会去，而且带个箩筐去，我吃不了给他全都兜回来。大掌柜，您是真心实意对我们，我们要是还答应盛德玉，就是猪狗不如。别说是一顿饭了，就是给我一座金山，我也不离开大圣魁了。团子，把你那辆青天也拿过来吧。我钱宽子明人不做暗事，宋家这顿饭也今天吃定了。你。钱掌柜，您雅间请。哎呀，钱掌柜，快请！我们少东家恭候多时了。哎，咋就你一个人呢？他们呢？大先生，有钱掌柜一个人就够了。请。孙大掌柜。钱掌柜，哎呀，钱掌柜呀，您可是我们的贵客呀！啊，钱掌柜，那您先跟我们少东家聊着，我去下边准备准备啊。坐，请吧，坐呀，坐。孙大掌柜，有些话我得说在前头，要不然的话。这酒喝的是西寡无味啊！宽子兄弟啊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有什么话直说。孙大掌柜是精明人，我以为你是真心实意的和我交朋友，可是闹了半天，你是另有所图啊！宽子兄弟啊，你这话说的我就不大明白了。我孙文举是诚心诚意跟你交朋友、处把子的。哼，是吗？话说多了可就没意思了。孙大掌柜，今天这一出玩的可是够绝的。要不是这一出的话，我还不知道孙大掌柜在大圣魁交了那么多的朋友，还出了10几个把子。什么叫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呢？就算我处了这么多朋友，这么多把子，可今天能到这儿来的，也只有你钱掌柜一个人。你够朋友。孙大掌柜，
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这心里就舒服了。上菜。钱掌柜，钱掌柜，请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今天晚上的主菜啊。宽子兄弟，你只要在上面签个字儿，你就是我盛德玉在乌里亚素台分庄的坐庄掌柜，年薪1000两。另外呢，我再给你9厘9的参股，1年1分红，咋样？孙大掌柜，这无功不受禄啊！这菜太硬，我怕我钱宽子啃不动啊！哎呀，钱掌柜，这可是我们少东家一片诚心呐，您就别再推辞了啊！宽子兄弟啊，你是不是嫌少啊？啊不，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。宋大掌柜，说句真心话，我钱宽子不值得你宋大掌柜这么高抬了。宽子兄弟，在我孙文举的眼里，你值。既然宋大掌柜这么看得起我，那就生也不说了。蔡先生，烧酒，喝啊！上菜。家住那个太古，加个宝。北方左右打起个太长呀，咱兄弟早一点回，我怕那老天爷他办的。宽子，哎，这是喝了多少酒了？哥，他们睡了，你不回来我怎么睡啊？慢点，慢点，宽子，这是喝了多少酒啊？醉成这样。问你呢，喝了多少酒啊？半斤8两哇！那你这酒量半斤就喝成这样了？啊？哎，心里难活了哇！宽子，哥知道你心里难受。刚才唱歌哥也听见了，别难受了。是了，哥，从小到大几十年了哇，就是深刻也有感情了哇。对，宽子，你说的对。那有感情就好啊，那就好。
哥知道你能明白过来，哥等着呢。先喝口茶，啊，来，喝口茶，来，醒醒酒，啊。哥，这杯茶就当是你为我送行啊！哎呀，宽子，送什么行啊？送行？你怎么了？实话跟你说啊，我本来不想走，你逼的我。宽子，你逼得我啊！宽子，你真要走啊？啊？我脸在这儿再待了。听哥的，好吧？过几天，我把大哥和老三都叫在一起，然后你给大家伙赔个不是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我没错。二哥，我为我爹买铺子啊，又生错了啊！我为我子孙们想又生错了，我这辈子就算清了，可是子孙们了，哥。我不想再让他们跟我一样去走西口生活，过这些让人心都流血的日子啊！宽子，那你想过没有啊？咱们当年挑着扁担，爬冰卧雪的来到口外，咱们是为了什么呀？啊，那不就是想做几件在山西老家做不成，咱们能在口外干成的实事儿吗？啊，宽子，咱现在有大圣魁呀，哥是想把这大圣魁做成草原第一商啊，这是哥的一个梦，哥没跟别人。宽子，咱俩是从小一块玩到大的弟兄，你不帮我，谁帮我呀？啊！你还咋让筷子帮你？你就没想过帮帮筷子？你没错，没错，你舍是为了大圣魁。你不舍财谷也是为了大圣魁，没错。可是我了，你不能逼得我跟你舍啊！大圣魁是成了草原第一商，我了，家吧了。怪穷的有了，哥，你从小就对我好，筷子心里记得了，永远记得了。放心吧，钱筷子就是走到哪，不会做对不起你王小庆的事情。宽子，不算呀，宽子，我什么也不算哦，明儿算账，算清楚啊。